男友靠关系入职华策集团以后，立马甩了我。他说我这个穷鬼根本配不上他，还要回了送我的19的项链。他妈也打电话炫耀他儿子马上就要和集团千金结婚了，笑死！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他结婚的？转头我就对助理吩咐道：“把那个走后门进集团的给我开除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叮咚，强强啊，妈已经托关系帮你找了一份好工作了，你赶紧跟你那个冤大头女友分手，别影响了你的形象。我看着男友手机上的消息，不动声色地将手机放了回去。第二天，他把我叫到操场，皱着眉头说道：“刘婉，我应聘到了华策集团了，你已经配不上我了，我们分手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丝毫不意外，毕竟昨天就已经看到了他妈发给他的信息。钟文强一直就是一名纯粹的妈宝男，什么事都会听他妈妈的，就连买个内裤都要听他妈的。我可是将来要成为华策集团女婿的人，我不想因为你这么一个污点而把我的前途毁了。他得意地抬起头，扬起下巴，骄傲的就像一只哈士奇。毕竟华策集团，毕业生的理想公司，业内福利待遇顶尖的公司。他现在的口气，仿佛我就是那个影响他成为集团女婿的绊脚石一样。当初跟我谈恋爱的时候，用我的、花我的钱时候，左一口一个宝贝，右一口一个亲爱的，那会怎么没说我是他的污点，是他的绊脚石呢？恋爱中所有的花费，基本都是我掏钱。他现在脚上的那双几千块的限量版鞋子，跟身上上万块的名牌衣服，都是我给买的。而他呢，每个月1000块的生活费。谈这么久，我都没见他请我吃个火锅。你决定了就行。我淡淡的扔下了这句话。对此，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只能说还是看错了人。既然你也答应了，那好，分手前，你把我送你的那条项链还给我，那可是我花19买来的。我有些震惊地看着他，他是怎么敢说出这个话的？这条项链是我唯一1次生日他送给我的，虽然很便宜，但我却很珍惜。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虽然穷，但是很努力的人。我很欣赏他身上的那种气质。当初的他，阳光、温柔，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但没成想，他到毕业的时候，居然露出了这样的面目。刘婉，你不会不想还给我吧？他不耐烦地拉了一下袖口，露出了那块价值几十万的腕表。那块表是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现在居然穿着我上万块买的衣服，戴着我送的价值几十万的腕表，问我要那价值200块的项链，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好，你都这么说了，那就了断局呗。我摊了摊手，走到他面前，伸出手，笑着眯起眼睛。好的，钟同学，那麻烦你把恋爱费结清一下。你一共花我18万8，现金、微信还是扫我2维码？我呸！要一条破项链，老娘肯定给你。既然分手了，你要回你的，我要回我的，很合理吧？钟文强涨红了脸，梗着脖子地说道：“刘婉，你过分了呀！我现在已经应聘到最有名的华策集团了，你认识我，这是你的荣幸。就这点钱，你还好意思问我要？真是妥妥的拜金女。”他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令我瞳孔巨震的话，丝毫不提自己无耻地问我要条项链的事情。我去，你应聘到好单位，跟我有个毛关系啊？你还钱啊？你不给我，我让我妈来要。哼，拜金女，滚吧！只留下我一人风中凌乱。嘟嘟嘟，刘婉，我警告你，
你赶紧把我儿子的东西还给他，他已经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希望你能自重。钟母的刺耳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话语中充斥着志得意满的味道。前脚刚走，后脚他妈的电话就来了。这么稀罕你宝贝儿子，你把他供在你身边啊，没问题呀。项链我会给你的宝贝儿子的，不过你是不是要把你儿子欠我的钱结一下？我也不生气，跟这种货色没必要生气。什么？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格外的尖细。我儿子会花你的钱？明明是你个败家娘们花我儿子的钱，我每个月给他1000块，他大半都花到你身上了。看来我让他跟你分手是正确的，你以后进家门绝对是个败家子。哼，这句话气得我浑身颤抖，还大半花在我身上了。你不看看你儿子浑身上下穿的东西，是他能买得起的吗？一个说我拜金女，一个说我败家子，真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不等我说话，电话瞬间被挂断。等我再打过去，想理论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被拉黑了。好，母子俩这么玩是吧？钟文强，我正式通知你，赶紧还钱，每一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把我送你的东西统统都给我还回来。你身上除了内裤是你酒包有买的，其他的统统都给我还回来。我直接发了条语音，对着他吼道：我就是把那些东西扔了，也比为了这只狗强。刘婉，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要是识相一点，我让我叔给你安排个岗位也不是问题，但你现在这态度惹怒了我。我劝你赶紧道歉，然后再给我送10万块，我就原谅你。看来应该就是找到他叔的关系近的公司。我立马给手机的一个账号发了个消息，不出5分钟，钟文强的裙带亲戚的资料都出现在我手上了。呵，好大的口气！你问问你那个叔，他认不认识我？我轻蔑一笑，这还拿捏不了你。但没过一会，他嘲笑的语音就发了过来，嘲讽的语气丝毫不加掩饰。哎呦，刚我还真怕你真的有什么背景，但我叔说他压根就不认识你。看来你不仅拜金，还有白日做梦的习惯，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就你也想跟华策集团沾上关系？说完就给我发了条消息，上面显示他明天就要去公司入职照片，言语之间全是得意。呵呵，那明天就等着呗。第二天，我早早就到了公司楼下，等了半个钟头。我站在楼上，就看到钟文强西装革履地打着领带，人模狗样地走了进来。此时的他看起来真像那么一回事，显得干练阳光。他一推开面试室的门，就顿时神色有些诧异地变了脸色。刘婉，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就是面试官？我颔首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哎呀，宝贝呀，我早就知道你肯定有本事，昨天是我的错，我一时有些上头，我这就给你道歉。看到我点了点头，他立马态度发生了380度的反转，直接就承认起了自己的错误。呵呵，我心里冷冷一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他这么有眼力劲的呢？这会看到我似乎成了面试官，态度立马发生了2级反转。别废话了，先把钱还给我，我再考虑考虑。这个时候要是不要我的小钱，那就白白浪费了这次的准备。他肉疼地咬了咬牙，盯着我，我根本就不搭理他，手指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敲。婉婉，这可是我妈准备给我结婚准备的钱啊。婉婉，我把钱还你了，咱们之前的误会就一笔勾销了，你今天面试可就不许卡我了呀。见到我点了点头，他很是心痛地将那笔小钱转给了我。手机上响起的到账声令我顿时眉开眼笑，
砰！就在我眉开眼笑地看着手机上属于我的钱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来人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我，以及蹲在地上扶着椅子上的他，皱了皱眉。你们谁是面试的？我指了指他，拍拍屁股，转身就出去了。钟文强站起来，看着我，又看着进来的真正面试官，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刘婉，你不是面试官吗？没有啊，我借了个厕所，然后看这里没人休息一下呀。看着即将要抱走的钟文强，我心里痛快不已。毕竟我可没说我自己是面试官啊。点头只是我的个人习惯。10分钟后，面试结束，一出来，钟文强就看到我老神在在的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直接快步冲了过来。刘婉，真是够无耻的，居然用这种下贱的办法骗我的钱。果然，听我妈的，跟你分手是对的。呵呵，骗钱？什么时候我把自己的钱要回来成了骗了？我懒得跟他解释，就看到那名面试官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然后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抬起头，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离开了。我的前男友本来还想对我发作，但看到这一幕，立刻换了个脸。婉婉，你到底什么身份啊？怎么面试官跟你还要这么客气？他忐忑地看着我，实在是这一幕太容易引起别人的遐想了。我故作高深地用手指点了点背后的海报，海报上是一名伟岸的中年男人，一头银发，显得十分的干练，正是华策集团董事长的海报。你是华策的千金？他看着这一幕，结巴了起来，眼神瞪大，脸上充斥了震惊。扑通，他居然直接跪了下来，开始祈求我的原谅。可嗨，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他是在给董事长鞠躬。看见董事长激动，这个嘛，我也能理解他的意思。听到这句犹如晴天霹雳般的话，他颤抖地抬起头，眼睛赤红，整张脸都瞬间变得涨红。刘婉，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他怒吼着站了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现在有多生气。摄像头看着呀，一个巴掌2万，一拳10万，喜提一副银镯子。我有些心虚地指着头上的监控说道，我还真怕他忍不住对我动手。保安，保安！他紧紧捏着拳头，吃人似的目光死死地看着我，还是选择了叫保安收拾我。不得不说，大公司的保安效率就是高。他刚吼完，保安队长就带着几名保安走了过来。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钟文强指着我，神色激动地对着保安说道。我看到他太激动，唾沫星子都快喷到保安队长的脸上了。贵公司这么大的企业，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会让这么一个无业游民混了进来？而且他还冒充工作人员，戏耍员工。这句话不仅把我指责了，还把保安也得罪了。请这位先生注意您的语气，我看到您也没有佩戴工牌，我能问一下您是什么人？他听到这话立马一怔，但又恼羞成怒地指着我说，他也没带呀，你为什么不问他，就只知道问我啊？听到这话，我顿时不乐意了。谁说我没带？我从口袋不紧不慢地摸出一个经理助理的工牌，佩戴到胸前，站起身来，理直气壮地说道。他看到我戴上的明晃晃的工牌，一时间有些懵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这种废物，怎么可能进得了公司？对，一定是假的，一定是。看到我掏出工牌后，他整个人瞬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马嘶吼了起来。这位先生，请您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工牌都有我司特有的防伪标志，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听到保安队长冰冷的语气，他似乎突然清醒过来了。对不起，是我失态了，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资料，
看到资料后，询问完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后，保安就离去了。看到保安离去，他干笑着转过头，搓着手，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讨好。婉婉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应聘上了经理助理的位置了。我跟我妈早就说过，你肯定不是表面表现出来的那样，真让我给说中了。一如之前一样，好的时候就是甜心宝贝，不好的时候就是贱人拜金女。哎呦喂，不敢当。当初我可是记得某些人说我会耽误他，他妈也说了，我们不是一路人，这会不阴阳怪气的，那怎么行呢？他不知道如何接我这话，思索了一下，在怀里摸索了一下，突然从怀里将那条项链拿了出来。婉婉，你看，这条项链我随身带着，今天我又把它送给你了。今天的不愉快，你就忘掉吧。看着他手里的这条项链，再听到他这令人作呕的言语，我差点就要把他的头给扭下来，真把我当要饭的。呼之即来的，正当他在继续讨好我的时候，一名大长腿职业装的女人穿着高跟鞋，哒哒哒地向我走来。啊，我的工牌原来在你这里啊，谢谢你啊。钟文强本来看妹子眼睛都快看直了，却没想到妹子走过来会说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字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意思。他看到妹子拿着工牌离去，立马指着我就要发作，我直接挥了挥手。经理助理这么低的职位，你以为我乐意吗？你还想再忽悠我？你真的就是个贱人。刘婉见被我几次捉弄，他再也没了耐心，直接就要对我动手。看着他红着眼，额头青筋直冒的样子，证明他的心里实在是压抑不住了。保安，保安！我赶紧大声喊起了保安。这一幕似曾相识，不过这次是我喊的。你们现在看他，他没有工牌，他刚刚的工牌是捡的。我是为了公司出手，你们为什么拦着我？不拦着他呀！他被早已等候在旁的保安瞬间拦住，只能激动地用手指着我。谁说没有工牌就不是这个公司的了？看到保安控制住了他，我暂时没了人身危险后，我松了一口气。你叫你那个叔来看看，不就清楚了？你不是有关系吗？你把你的关系叫来收拾我呀！钟文强本来看着保安无动于衷的样子，已经有些控制不住理智。听到我这句话，他终于稍微冷静了下来。你给我等着，等我叔来，我就让你跪在地上求我。他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拨打了一个电话。等会不知道是谁给谁下跪。很快，一大群人乌泱泱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但领头的却不是男人，而是一名成熟有气质的女人。叔，我在这里呢。看到人群走过来的瞬间，钟文强激动地站了起来，挥手喊着一名男人。领头的女人看着钟文强，侧身转头好奇地问道：老钟，有个小伙子喊你，怎么，你认识？女人玩味地看着男人，但被称作老钟的中年男人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喊他的人，就摇了摇头。刘总，我不认识他。几人的话并没有掩盖声音，钟文强跟我听的是一清二楚。当听到他叔叔说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怎么会？怎么会？他两眼失神，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我直接走到他的身边，并肩做出眺望状。小钟啊，怎么叔叔还没来呢？该不会是不认你这个糟糕的侄子了吧？你看你，我这人膝盖硬，早就想跪下试试了，你这是不给我机会啊！火上浇油那可是我的拿手本事。啪！钟文强听到我的话，再也忍不住了，直接一把将手表摘下来，用力摔在地上，挽起袖子就要对我动手。我赶紧指着地上支离破碎的手表，连忙说道：这块表大几十万，你这一摔赔钱吧。
这块表当初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他根本就没问价格以及其他问题，直接心安理得的拿走戴上了。今天更是气急败坏之下，直接把手表摔了。什么？你讹我？一块破表能值几十万？他怔了一下，然后恶狠狠地骂着我。我二话不说，直接就将手机内的那张发票截图给他放到了眼前。看着发票截图上那一串串长长的数字，他的脸从涨红又变得煞白。好家伙，那会白，刚才红，这会又白。你咋不学变脸去？你也是会摔，你全身上下就那块表最贵。不过没关系，我给你抹个零，原价40万零1000，我收你40万吧。他听着我话，身体慢慢的瘫软在地，但眼睛里却充斥着恶毒的眼神。小强，怎么回事？不是告诉你不要在外人面前喊我吗？正当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这该死的前男友的时候，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不满的声音。本来还瘫软在地上的钟文强似乎是找到了救星一样，直接从地上滑着扑到了来人的脚下。叔，你可算来了，就是这女的，说您屁都不是一个。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指着我，诉说着我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又转头看着我，恶狠狠地笑了。我等着你等会跪在地上求我。男人皱着眉头看着钟文强，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指着我说道：不管你学习的有多好，你在这个行业内不会再有公司要你了。哎呦喂，这么霸道啊，真是吓死我了。可惜我不用找工作的呀。前男友的叔叔一上来就甩出了一句他认为吊炸天的话：诚然，他的资料我看过，人是总经理呗，他只要放出某个人资质不行或者品德不行的话，其他公司大概率也不会再要这样的员工。或许在他看来，我跟他侄子一样，都是刚毕业的学生，那还不是随意拿捏的样子。哼，刘婉，现在你跪下来给我磕个头，然后把刚才的钱都给我转回来，我就考虑原谅你，让你能在行业内立足。此时的他又恢复了刚才桀骜不驯的模样。不过可惜老娘牙口不好，只能吃软的，不能吃硬的。你现在把那块表的钱赔给我，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我也是抱着胳膊淡淡的说道。他的叔叔并不知道表的事情，只是听了之后双眼放光的看着我。听我侄子说，你这块表是狗屎运淘来的。这样吧，你把表送我，我可以考虑收回刚才的话。我诧异地看着钟文强，他脸皮是有多厚啊，居然敢说我的表是淘来的，不是买来的。你家奢侈品淘来的还开发票啊？我刚听你那句话的意思，你难道是华策集团的董事长？不然口气那么大的。我略显玩味地开口，如果不是，那你是在装什么呢？我的眼神突然变得冰冷，语气也瞬间变了。小姐，下午吃什么？就在我声音突然变冷的下一秒，身后传来了一道轻飘飘的问询声。我正是看到他来了，我才冷声说道：刘总，您怎么来了？还有，你说的小姐是谁？他听到身后的声音，立马小跑到来人的身边，轻声询问道。被唤作刘总的女人微微抬起下巴，努了努嘴，诺，咱们董事长的千金啊。而作为当事人的我，正仔细地看着刚做的美甲。她是华策集团的千金，不愧是叔侄二人。听到这句话，异口同声地开口。不同的是，叔叔一脸震惊，侄子一脸挫败与绝望。刘姐，我听他们说这个人要成为咱们家的女婿，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调侃着，指着坐在地上的钟文强说道。呵呵，那怕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传出来的流言。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集团千金，你们怎么着吧？
不可能，不可能，都是托，都是你请来的托。本来还瘫软在地的钟文强，此刻跟个疯子一样站起身来，指着我们胡乱地说着：“你怎么可能是集团千金？你明明就是个废物！”他还想咆哮着冲过来，但立马被保安挡住了。我缓缓走到他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此时已经被保安压制住了。是啊，我哪会愿意在你身边当个无忧无虑的废物？只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托付给你。可惜呀，我太年轻，看错了，看到了金玉其外，却差点没看出败絮其中。好在并不算晚，看清了这个人渣的真面目。他听到我的话，无神地坐在了地上，一脸痴呆。如果我不变心的话，岂不是已经完成了最开始夸下海口的话？那可不，你不就是想娶集团千金吗？但到手的金子被你当作破铜烂铁，随手丢弃了。婉婉，我错了，我昨天没休息好，当时脑子有些不清醒，你就原谅我，我们重归于好吧。我靠，我直接震惊了。他是怎么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的？没问题，太阳要是爆炸了，我就答应你，一天做梦一样。这会祈求我的原谅，刚那会对我的态度呢？刘婉，当初是我不对，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妈的主意，我一直深爱着你。钟文强立马又上演了之前涕泗横流的那一幕，又想抱着我的腿哭泣。抱歉，老娘有洁癖。一脚将他踢开以后，他立马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掏了出来，直接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都怪你，都是因为你，小婉才要跟我分手的。他赤红着眼睛，声嘶力竭地对着刚刚拨通的电话吼着：“小强，你怎么了？你怎么会怪罪妈妈呢？我知道了，一定是刘婉那个贱人，是她对你做了什么吗？好吗？敢欺负我的儿子！”嘟嘟嘟，电话瞬间挂断，但我的电话又瞬间响了起来。看到我的手机，钟文强也立即变了脸色。婉婉，不是我的意思，真的不是我的意思。他有些惊慌失措般的给我解释，但我只是摆了摆手，让他闭嘴。刘婉，你个贱人，你到底对我儿子怎么样了？是不是你死缠烂打，继续追着我儿子不放？我告诉你，他跟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有他叔叔在，他一定会成为华策集团的女婿。我奉劝你，死了这条心了，现在乖乖的给我儿子道个歉，以后发达了，还能让你做个端茶丫鬟。电话刚一接通，钟母那尖利的嗓音就在电话另外一头响起。我一句话都没说，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他每多说一句，钟文强跟他叔叔的脸色就苍白一分，到最后两人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你刚刚说你儿子要做华策集团的女婿，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怎么没听说他给我介绍过这门亲事呢？电话那头死一般寂静，片刻之后，讥讽的嘲笑声疯狂地响起。呵呵，刘婉啊，我儿子虽然优秀，但不至于让你爱到疯狂了。我给你找个好点的脑科医院吧。呵呵，钟母可能真认为他的宝贝儿子已经优秀到有些让人神志不清了。我脑子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到时一定脑子会出问题。我冷冷地笑了一声，直接开启了免提，对着钟文强挑了挑眉。妈，我求你别说了，真别说了，她就是华策集团的千金，刘婉就是董事的千金。钟文强声音嘶哑且颤抖地说着，眼神已经带上了绝望。儿子，是不是刘婉威胁你了？你别怕，他不就是个冤大头吗？家里有点臭钱的冤大头吗？这边钟文强跟他叔叔的脸上已经丝毫没有血色了，钟母还在一直吸引仇恨。也是，他或许早就知道我一直给他宝贝儿子花钱的事实，
只是不愿意拆穿，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闭嘴！都是你，都是因为你，我才会到这种地步。你给我等着！两边的双重压力彻底使得钟文强爆发了，直接对着话筒向他母亲嘶吼了起来。妈宝男不再妈宝，反而将仇恨施加给了对方。看着已经崩溃的钟文强，我又将视线转移到了另外一边。渣男，我很讨厌；而蛀虫，我更讨厌。钟经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看着他的双眼，神情冷冽地盯着他。刘总，我不认识他，我是听到小姐的呼救，我才赶过来施救的。听听，不亏是职场中的老油条啊，三言两语就将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哦，我刚还记得，他不是在喊你叔吗？怎么这会不认识了？刚才钟文强涕泗横流的样子，真该用手机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绝对演技爆火。那可能听错了。保安，把这人赶紧请出去，不要带坏集团的风气。好一个大义灭亲，直接就无情的让人把侄子抬出去。可惜呀，他的算盘今天得打碎了。别，我刚还记得你给我说，让我不能在行业里立足，还问我要表呢。我从手上将自己手上的腕表摘下来，直接递给了他。钟经理，那块表是坏的，这块送给你，这才符合你的气质，直接当面解决你的诉求，不知道你开不开心？小姐说笑了，我刚才只是玩笑话而已，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自导自演而已。钟经理此刻依旧语气毫不波动，稳如老狗。但我能向你发难，真以为我只有这些吗？好，那就来谈谈公司的规章制度吧，你看怎么样？听到我的这句话，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有了明显的波动。公司有明确规定，不得借用职务之力吧？你明知规定，还将你的侄子引进公司，我没说错吧？我看到他脸上明显有着不屑的笑容。是，小姐说的没问题，是有这个规定，但我并没有做什么呀。钟文强是通过正规流程一步步面试过来的，符合公司的一切规定。我终于知道他不屑的笑容是怎么回事了，感情在这里等我呀。可是他难道不知道吗？我是钟文强的学校里的正牌女友吗？不对，是正牌前女友啊。他什么鸟样，我能不清楚？想靠他的本事进华策集团，那是做梦。好在我之前早有准备，我直接解释都懒得解释，直接让公司把所有的证据都搜集了出来。对付这种老油条，必须得做好十足的把握。我现在手里的资料，全都是你最近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走后门引进来的人，你也不需要解释。这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份名单当然不会有错，都是这些年经他手进来的人。所以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解雇了，并且华策集团永远不会录用你。我转头再看向还在地上失神的钟文强，一块说道，还有你侄子，这个新来的一并解雇，永远不再录用，并且公司还会全行业发出通知。我觉得我这份处置已经非常的严厉了，但不知为何他却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好的，但我想说一句，这业内不止你华策集团一家独大，你不要的总会有人要。他冷冷地丢下了这句话，看都没看一眼他的侄子，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小婉，你听我解释。钟文强还想再继续狡辩，但我这次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直接就让保安捂着他的狗嘴，就给他扔出去了。世界终于重回安静了。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们的竞争对手却高调宣布了人事的变动，而钟经理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对面的名单上。现在
我终于明白他那会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了。他还嚣张地发微博，指名道姓对我说道：“不要以为离了你们，地球就不转了。往往打败你们的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存在。”此番挑衅令我怒火中烧，但是他自身已经被我们拉黑了，我并没有任何办法去制裁他。但是有个其他的好消息，就是钟母被打成脑震荡住院了，听说肋骨都被打断2根，听结果搞不好下半辈子整个人要在轮椅上度过了。这一切都所作所为都是他那个宝贝儿子干的。据说儿子回到家中，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就抄起一旁的棍子，直接就是一顿毒打。邻居听到动静，赶紧报警。等警察赶到的时候，他母亲连叫唤的力气都没了。我们也害怕极了，他是非常听他妈妈话的，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了。邻居捂着胸口，不解地为警方解释道：“最终钟母因为他儿子这顿暴打，彻底失去自理能力，只能被迫进入福利院，请人看护。而他的儿子则因为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他的叔叔那边却出现了惊人的反转。就在他叔叔得意洋洋的1个月后，他叔叔被几十名业内的员工联名举报，举报内容就是他肆意妄为，针对不送礼的员工，选择开除与抹黑，致使他们的求职生涯异常的难堪。更为炸裂的是，不知道哪一位大神找的人，将他的所有资料都破译了出来，里面竟然包含着很多企业高管以及负责人的丑闻趣事。可以说，这把火直接把他彻底的照亮了，直接就让他原地升天了。几十名员工的联名举报或许影响力不是很大，但那么多家高管的丑闻呢？迫于外界形势的压力，他入职的公司最终选择将他永久拉黑。只因为那些丑闻也有自家领导的丑闻。钟经理被拉黑以后，全网都在网暴以及人肉他，可以说他在整个行业内已经彻底社会性死亡。真应了他那句话，被他看不起的存在给打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恶者终会被制裁。钟经理最后也疯了，变成了如过街老鼠一般的人，被生活彻底折磨的疯狂。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一段插曲而受到影响。爱情是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环节，遇人不淑也算是一种经历。此次的事情告诉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擦亮眼睛，不是任何事情都只有如此小的代价。很多事情经不起一次代价的摧毁。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教训，我在日后的所有事情上都习惯谨慎。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种谨慎的性格，日后使得我避免了很多的大坑。5年过去，我也顺利地凭借自己的能力进入了自己公司任职。我作为董事长的女儿，自然要以身作则。同样的，我也找到了我的爱情，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轻翘楚。短短时间，就在集团的内部打出了自身的一番成绩。在一番考验过后，他顺利地通过了我的考验，成为了华策集团的女婿。在此希望每一名女孩都能擦亮眼睛，从一片沙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璀璨的金子。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男友甩了我，准备跟私生女过情人节，原因是见面礼我准备了2瓶年份极佳的茅台，外加小箱钱包。他妈看了直接扔了出去，小门小户的，真寒酸。因为他妈想要爱马仕，爱马仕我家倒多的是，只是宁配吗？和沈泽在一起的第3个年头，他带我回了他家，我精心打扮一番，既精致又不会过于艳丽突兀，落落大方。
我还抽空让我爸的司机给我带了2瓶年份极佳的茅台，以及我妈前段时间去澳门带回来的一个小箱钱包。在我看来，这个见面礼也算是登得上台面。下午4点，男友沈泽来接我去他家。沈家的家业不算小，在智雅山庄买了套别墅。一进门，我乖巧问好，叔叔阿姨，元旦快乐。我的声音戛然而止，客厅里敞亮的电视声盖过了我的声音。沈泽的父母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逗猫。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发现我的到来，直到沈泽轻咳2声，爸妈，我们回来了。他妈妈这才转过头来，笑呵呵的，这么快就回来了呀？瞧我都没注意时间呢。他走过来，接过沈泽的包，对着他嘘寒问暖了好一会儿。几分钟后，他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位就是小安吧？我挑了挑眉，原来不是瞎子啊。才刚见面不到5分钟，我就已经确定沈泽的父母并不待见我。快到家之前，沈泽就已经打电话给他妈妈，说我们还有20分钟就到了。在这20分钟里，他们没有准备任何水果，没有提前给我拿出拖鞋，更没有换上一套会见客人的得体着装。他们穿着家居服，嗑着瓜子，逗着猫，完全忽视我的存在。我捏着礼品盒的手紧了紧，不过从小到大的素质让我保持礼貌微笑，将手中的礼品带递上去。叔叔阿姨，这是给2位的新年礼物，新年快乐。沈泽他妈视线往下，落在茅台酒和那个小小的小香家包装袋上，他的眼底流露出一丝轻蔑，并没有伸手接过，放在桌子上吧。小安有心了。气氛瞬间尴尬至极，我的手悬在半空中，进退两难。此时我的心里已经有10万个草泥马在奔腾了。沈泽看了一眼我的脸色，连忙伸手接过礼品，将它们放在了一旁的桌台上。他为我拿出一双拖鞋，将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安抚我。我妈这辈子没上过班，被我爸宠坏了，不懂人情世故，你别放在心上。我和沈泽坐在沙发上，而他爸丝毫没有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以便和我聊天说话的意思。我也算是明白他家里人的态度，气定神闲地坐在沙发上。和他们不一样，我安家家训严格，我妈从小便教导我，喜怒不形于色，心事勿让人知。我何必和这样的人家计较？沈家家业不小，我说过了，可是他们家属于半路发家，类似于暴发户一类的，有点小钱，但名利地位距离京城真正的名流圈还差了一大截。愣神的功夫，沈泽他妈从房间走出来，拎着一个爱马仕的手提袋。阿泽，你看，这是小何前几天托人从法国给我带回来的新年礼物，好不好看？我眯了眯眼，怪不得看不上我带来的小香钱包。我微不可闻地笑了笑，低下了头，懒得看他。他却以为我是自惭形秽，愈加得意了，还是得什么样的人家送什么样的礼物。阿泽，你说是不是？我照样充耳不闻，低头欣赏着我新做的指甲。爱马仕我家倒是多的是，只是宁配吗？原本我以为目前为止发生的事已经够奇葩了，没想到高潮竟在后面。半个小时后，沈泽他妈叫我们去吃饭。我看着桌上的青椒土豆丝和几乎看不到肉末的肉末茄子，以及一盆白菜豆腐汤，陷入了沉思。这年头，监狱里的犯人都能吃上3菜1汤了吧？沈泽他爸递给我一双筷子，小安是吧？多吃点，不要客气。我倒是想客气地离开这里。埋头吃饭的功夫，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回背了个遍，才勉强压住我体内暴走的灵魂。席间，
我用余光看到沈泽他妈不停给他爸使眼神，他爸几度欲言又止，终于还是堪堪开口：“小安啊，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你和我们阿泽在一起挺久了，你也是个好姑娘，只是你们小年轻谈恋爱呀，还是不够成熟，许多现实问题没有考虑周到。我们沈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但也算是上流社会，不是说随随便便谈个学生时代的恋爱就能终成眷属的。小安，叔叔有话就直说了，这次我们叫阿泽带你回来，就是希望你能当面表态，劝劝我们阿泽，让他接受我们给他安排的相亲，那可是真正的豪门千金。那门亲事要是成了，以后你若是有什么难处，我们也会念在今日的份上帮你一把的，也希望你和阿泽可以好聚好散，以后能找到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最后一句话充满了讽刺，感情是觉得我配不上沈家了是吧？我放下筷子，平静地看了沈泽一眼，他微微低着头，回避我的视线。那一瞬间，我内心仅存的希望也消失殆尽。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整整3年都没有带我回过家的沈泽会突然提出让我跟他回家，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轻笑一声，沈泽，如果你在这之前直接告诉我，你家里人给你安排了别的姑娘，要跟我分手，我还算你有点担当，不至于这么懦弱无能。沈泽身子一僵，他妈怒了，一拍桌子：“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谁懦弱，谁无能？”他鼻子一歪：“我早就说过了，小门小户出来的姑娘最没素质，不识大体。要不是我们阿泽好心，你能和我们沈家攀上关系？我们跟你商量，是给你脸，你别给脸不要脸了。”我站起来，面向沈泽：“过去这3年，就当我为自己的眼瞎买单。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我之间到此为止。”说罢，我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将我带来的礼品提起，离开了沈家。临走之前，我还听见沈泽他妈大声吆喝：“拿走最好，谁稀罕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丢了我们沈家的脸。”失恋后的第2天，我叫上几个好久没聚的发小吃饭。虽然沈泽那个瘪三不值得，但好歹我真心实意付出了3年青春，他也是我正正经经的初恋。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难受，然后就死乞白赖睡了1天。醒来后饿得要死，在群里发消息：“帝豪酒店见。”一呼百应。萧玉是第一个到的，一见到我就扑哧笑出声：“扶贫干部回城了。”我自知理亏，头一次没回怼回去，眼儿吧唧地坐在位置上。自从我和沈泽在一起，我那群发小没少埋汰我，其中叫唤得最狠的就是萧玉，一口一个精准扶贫。那时的我对他怒目而视。沈泽家里不穷好不好？虽然家业不大，但以后要是有了安家的扶持，总能越做越大的。我们现在的豪门，不也是当初几代打下来的吗？我们家沈泽就是沈家第1代。咋了？萧玉呸了一声：“你脑子被驴踢了吧？有你这样的继承人，你就是你们安家的最后1代。”为了沈泽，我曾经和萧玉闹过好几次矛盾。最严重的一次，我俩在家族晚宴上互掐，还是萧玉的父母领着他登门致歉。可如今我和沈泽分手，也是萧玉第1个到场，其他几个发小陆陆续续到场。几个人按捺不住好奇心，纷纷问起分手原因。毕竟我曾经对沈泽的用心程度，他们都看在眼里。我叹了一口气，瓮声瓮气地把那天在沈家发生的事情给他们讲了一遍。发小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坐在我身旁的萧玉一拍桌子站起来：“
我之前说你脑子被驴踢了，是我不对，因为你他妈压根没脑子。安言，他爸他妈对你那副屌样，你都能忍着，没给他家砸个稀巴烂你就回来了。现在给我带路，老子去沈家给他翻修一下基建工程。他做事就要把我拉走，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便听见隔壁包房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小何、阿泽，你们坐这，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阿姨做东，就当庆祝我们阿泽劫后余生，前途光明。我满心满眼都是沈泽的那3年，却是别人口中弃之如履的劫。我浑身僵硬，下一秒气血涌进大脑，抓着萧玉的手开始发抖，人精如萧玉，一瞬间就反应过来，隔壁那个阿泽就是沈泽。他面无表情地冷哼一声，给在场的发小们使了个眼色，便甩开我的手。4个人就这么浩浩荡荡闯进了隔壁包房。我放心不下，跟在后面。你就是沈泽？萧玉倚在门上，皮笑肉不笑。沈泽站起来，萧公子，和我的低调不同。萧玉和我其他几个发小高调的几乎京城无人不知，沈泽当然也认识他，只是曾经我和他在一起，发小们统统反对。我因为担心他们当面给沈泽难堪，所以从未带沈泽和他们见过面。见到萧玉他们，沈泽的眼里划过一丝惊喜，他连忙给他的父母介绍：爸妈，这4位就是京城名流圈鼎鼎有名的京城5大家的另外4户人家。小何，你们安家也是5大家之一，应该跟萧公子他们很熟吧？安家、萧家、严家、江家、傅家并称为京城5大家，手握京城各个领域的经济命脉。沈泽他妈完全不似昨天的尖酸刻薄，笑得一张保养过度的脸上全是褶子。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看来我们今天是沾了小何的光了。4位公子是来找小何的吗？快请坐，请坐。他们面上得意得很，全然没有注意到坐在正中间的那个小何紧张急促的表情。萧玉4人却纹丝不动，短暂的震惊之后，眼底只剩揶揄，而我却只觉得可笑至极。透过缝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所谓和沈泽相亲的富家千金，正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我爸在外的私生女安和。一片尴尬的静谧之中，我轻轻笑出了声。萧玉和我心意相通，侧过身子，将身处暗处的我拉了出来。在沈泽全家和安和震惊的面庞中，萧玉轻笑着说：安家的千金小姐从来都只有我们安言一个，安和这种见不得光，连家宴都没资格参加的私生女，什么时候能代表安家了？沈泽，原本以为你小子祖坟开光，走了狗屎运，搭上了我们妍妍，能带着你们全家翻身了，没想到不该是你的，终究轮不到你。抛下我们妍妍这个正牌千金，舔着脸讨好一个私生女，当真和你是门当户对。一句话将昨天我被讽刺的仇报了回来。沈泽的父母已经面无血色，安和浑身颤抖，一双眼睛悠悠地盯着我，数不尽的恶毒。沈泽的嘴张了又合，满眼的不可置信。过了好久才喃喃一句：妍，是真的吗？还没等他说完，萧玉啧了一声：我们妍妍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他低下头看向我：妍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的眼神划过沈泽一家面如死灰的脸，最后落在了安和身上。你送给沈泽他妈的那个爱马仕，是从我房间里拿的吧？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拿走我的东西叫偷窃。那个包价值20万，安和，给你3天时间，
叫你妈给你请个好点的律师，少坐几年牢。安和浑身颤抖，那是爸爸给我的。哦，我点点头，那就把你们父女俩一起送进去。反正我那个不成器的爸，我早就没打算要了。萧玉嗤笑一声，妍妍尽管吩咐，需要的话我给我爸打个电话。萧玉是法律世家，京城但凡叫得出名号的律师事务所，大都和萧家有不少牵绊。听闻此话，安和的脸色更难看了。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掠过沈泽。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悄悄松开了方才还紧握着安和的手。真是可笑，原来我曾经爱了3年的男人，连一丝所谓的担当和责任都没有。他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富家千金，好让半路出家的沈家彻底迈入京城豪门名流的圈子。而和我的那3年，不过是他一时兴起，以作玩乐而已的消遣罢了。我不禁心凉，所幸我才是真正的安家千金大小姐。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被白白骗了3年青春，面对这样无赖的一家，我又有什么办法？很可惜，我不是。既然如此，沈泽，你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我看了沈泽他妈一眼，和那天的嚣张跋扈不同，他有些不敢看我的眼睛，畏畏缩缩地看了我一眼。倒是沈泽他爸扯了扯嘴角，笑嘻嘻地说：“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那个小安啊，既然小何也是你爸爸的女儿，那咱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沈泽他妈也连忙站起身来：“对对对，都是一家人。那天都是误会。我们家阿泽呀，以前被人骗过感情，骗过钱，叔叔阿姨也是担心就是重演。可怜天下父母心嘛，说的好像谁没被骗过感情似的。”我冷冷一笑，意有所指地看了沈泽一眼，又把视线落回沈泽他妈身上。那个包的价值，少说也5年起步，不想吃牢饭的话，就给我打包好，还回来。此时，服务员过来上菜，还拿了瓶红酒上来。我睨了一眼，接过红酒。沈家什么身份？怎么能喝这样的红酒？给他们来一瓶罗曼尼康帝。沈泽他妈的脸色白了白，一脸肉痛。一瓶康帝，少说也是2万多。不过他现在不敢和我叫板，扯出嘴角笑了笑，支支吾吾的。小安说什么就是什么，阿姨不挑酒喝。既然那个包是你的，那就当是你第一次来我家的见面礼吧，你看行吗？我眯了眯眼，怒从心起。见识到你们家这样攀岩附势的嘴脸，已经够我恶心好几年的了，还指望我给你们见面礼？不过要是你实在想要，明年清明我烧给你。沈泽他妈大气不敢出，你了半天，硬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张脸气得通红。安和见状，一边安抚他妈，一边站起来和我对峙。安言，你别欺人太甚，一个包而已，你要给你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至此，他也需要在沈家找回一点面子。得意洋洋地笑了笑。安言，我知道你生气，你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你爸爸和你男朋友都选择了我而抛弃你，你当然气急败坏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是我，眼看着我就要动手打人，萧玉拉着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他的身后，沉沉开口：“安和小姐不介意当垃圾站，替我们妍妍处理了2个不可回收垃圾，我们应该说谢谢，怎么会生气呢？”饶是沈泽他爸妈再没皮没脸，听到萧玉说他们儿子是垃圾，也红着脸和他争辩：“萧公子，我们沈家和你无冤无仇，你何必这样出言不逊？做事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后路比较好。”萧玉笑出了声音：“我的后路多的是，你们的后路倒是没几条了。沈氏公司里的好几笔烂账，
我在税务上班的叔叔一直很感兴趣。放心，到时候我叔叔查账，我舅舅抓人，我爸爸下判决，一条龙服务，由我们萧家给你们包办了。闻言，沈泽他爸的脸上瞬间丧失了血色，一屁股坐下来，也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了，哆哆嗦嗦开口：萧大公子，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站在萧玉的身侧，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从我和沈泽在一起之后，萧玉时不时就会留意沈泽家里公司的情况。他不止一次提醒我，要是沈家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叫我一定第一时间和沈泽划清界限。那个时候，我还嘲讽他现实功利，可谁知正是他一直对沈家的关注，才让他抓住了沈家的痛点。这时，服务员也带着一瓶罗曼尼康帝上来了。安和似乎是为了挽回最后的面子，抬了抬下巴。服务员，开瓶。服务员还打算说话，是这样的，罗曼尼康帝的费用标准是一瓶红酒而已，几万块有什么大不了？开酒。服务员闭了嘴，默默打开了红酒。我轻笑出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罗曼尼康帝需要特定消费金额才有资格买，你不知道吗？酒店提前消费购买了红酒，消费者也需要在酒店预存一笔钱，钱不多，也就15万。是安和小姐付钱，还是沈家来？服务员安静听我说完，给了我一个感激的眼神，又看向他们微笑问道：现金还是信用卡？安和瞪大了眼睛，手中的酒杯砰的一声落在地上。在一双双眼神的注视之下，他舔着脸看向沈泽他妈：阿姨，你们2位长辈在，总轮不到我这个小辈付钱耍风光吧？沈泽他爸脖子一梗，一面被萧玉气得不敢说话，一面被这瓶突如其来的天价酒惊得说不出话。沈泽他妈没好气地甩开安和的手，瘫在桌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冷笑一声，临走之前，好心提醒服务员，如有必要，提前报警，免得这群无赖赖账。说完，我又环视他们一圈。明天早上之前我见不到那个包，咱们就警局见。我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没有了吃饭的心情，径直回了安家祖宅。我爸妈离婚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到这里了。这是小时候我们一家3口住的地方。后来我爸出轨，我妈毅然离婚，搬离了这里。虽然这栋别墅是我姥爷给我妈的嫁妆，可我妈嫌晦气，再也没有踏足过一次。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以为静谧荒废的祖宅，屋内竟然还隐隐传来谈笑风生的声音。我心一紧，莫非闹鬼？出于害怕，我给萧玉发了条消息，萧玉很快回复我，我马上就到。可是很快，我便听出了其中一道声音，就是安和的亲生母亲，那个人人喊打的小三周慧。我一直都记得，当年她挺着大肚子，一脸得意地出现在医院，而那时我妈刚刚结束了小产手术，还在读小学的我趴在我妈病床前背古诗。周慧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母女，得意地笑道：没了孩子不要伤心，诺，我肚子里还有一个，也是老安的种，以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小产后虚弱的我妈被他气得连连咳嗽，甚至咳出了血。出院后，我妈第一时间和我爸办理了离婚，有萧玉家的帮忙，我爸差点被净身出户，还是我妈发善心，不忍心看他真的一分钱没有，还是分给了他一点点股份，让他至少不会被饿死。殊不知，这些年来，他不仅对外声称自己仍然是安家的当家，甚至还把小三母女悄悄带进我们曾经的祖宅里来住。现在看来，
圣母心永远没好报。我怒火攻心，推门而入，恶狠狠地看着一屋子的女人，都是周慧的小姐妹，不是被包养的小三，就是已经尚未成功的二太太，真是人以群分，乌烟瘴气。周慧一看到我，脸色便拉了下来。安和应该是已经给他打电话说了我们在酒店餐厅偶遇的事情，不过碍于他还有客人在，不好发作。周慧，这栋别墅是我妈当年的陪嫁，你有什么脸住在这里？周慧冷声而笑，就凭我是你爸的老婆，那样一个窝囊废的老婆，谁爱当谁去？只有苍蝇才会找到一坨屎，就以为找到了归宿，还呼朋唤友来一起品尝。你也不怕你经验丰富的姐妹们哪天撬了你的墙角？此话一出，在场几人脸色皆是一冷。周慧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响起一道声音：安言，你这个不孝女，有你这么说你爸的吗？我头也不回，冷笑一声：我没有偷了女儿的包拿去给私生女装逼显摆的吧？这么多年了，你真是被这对母女带得越发下贱了，果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我爸怒极，我能感觉到他扬起胳膊，一道凌厉的短风直直向我袭来，可是那个巴掌没有落在我的脸上。我回头看过去，萧玉气定神闲地站在我后面，一只手死死捏住我爸的手腕，力度大到我爸的脸色变了变。萧玉靠近他一步：你敢动妍妍一下，明天就让你的私生女去拘留所捞你。萧玉是法律世家，我爸落得如今的下场，当初的萧玉没少给他爸煽风点火。趁着我爸被萧玉束缚住的功夫，我扬起巴掌，啪的一声打在他的脸上，顿时红印浮现，整个屋子的人都惊呆了。周慧在那里你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爸原本怒不可遏，可是看见我的眼神后，他渐渐面露惧意。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知好歹，背叛我妈；打你心术不正，无耻盗窃；打你恬不知耻，鸠占鹊巢。1周之内，你要是不带着那个贱人搬离这里，我就告你盗窃和非法入室。也不知道等你坐了几年牢出来以后，周慧会不会已经和别的男人3年抱俩了。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能再和我爸这一家人扯上关系。我爸出轨的事情对我打击很大，造成了我小时候不小的心理阴影。这也是我和沈泽在一起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家里人的事情的原因。可正是这个阴影让我看清了在我身边整整3年的人的真面目，真不知是福是祸。萧玉看出我心情不好，问我要不要去购物。我一想，答应了，反正下周就是京城豪门圈的家宴了，买点东西备着也是好的。萧玉挑眉：我请客，祝贺扶贫干部重回正轨。我睨了他一眼：你也不怕我把你刷破产？不怕。萧玉笑道：破产了就赖你一辈子呗。时间很快来到豪门家宴那天，前一晚上熬夜追剧，第2天死活起不来。萧玉杀到我家里来，和其他几个发小一起把我拉起来，送到工作室去打扮。他给我挑了一条藕粉色的美人鱼长裙，穿上镶满碎钻的高跟鞋，盘了个法式盘发。萧玉咽了咽喉咙：你总算是有点千金大小姐的样子了。我却浑身不自在，高跟鞋走2步就脚疼。萧玉为了鼓励我，神神秘秘说道：听我妈说，安大勇和安和也要来，你最好打起精神，才能好好看戏。我瞪大眼睛：他们来干什么？安大勇好歹有集团的股份在，这种攀附关系的场合，他怎么会错过让他的私生女结识豪门的机会？原来是想让安和成为正儿八经的安家2小姐。
我冷笑一声，他倒是为了那个女儿，多大的脸都敢丢了。这么多年，却从未见他为我做一件事。我对他早已没有感情，只有与日俱增的恨意。到达宴会别墅的时候，果不其然，一眼就看到了周旋在各个权贵身边，笑脸盈盈的我爸，以及一旁的安和和、沈泽。我眯了眯眼，原本就已经是饭后谈资的私生女，还要带一个趋炎附势的软饭男，真是绝配啊！沈泽显然是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一双眼睛东看西瞅。从前觉得他内敛沉稳，此刻只觉得猥琐小气。我抬了抬下巴，手腕微微扬起。萧玉莞尔一笑，向我伸出了胳膊。这么多年，我们永远都是最默契的发小搭档。高跟鞋踩在大理地面，发出清脆的声音。也许是有所感应，我爸转过头来看见我，怔愣一瞬，又扬起笑脸：“妍妍来了，快！你妹妹也在这。”仿佛这个笑得慈祥和蔼的男人和昨天那个红着脸要打我脸的男人完全不是同一个人。我觉得恶心，我看也不看他一眼，径直绕过他，和萧太太问好。萧玉的母亲曾经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肤白貌美，亲昵地挽过我的手：“妍妍，这条裙子真好看，是巴黎时装周的走秀限量款吧？和你真搭。”其他几个发小家的太太们也走过来：“好久不见妍妍了，越来越漂亮了。妍妍现在单身是吧？这么好的姑娘，别便宜了外人。那也要看妍妍看不看得上我们几家的小混蛋了。京城5家里面，只有我一个女儿，几个夫人太太从小看着我长大，将我当半个女儿看，心疼的打紧。在萧玉他们几个煽风点火的描述之下，他们也都知道了安和和我前男友的事情。豪门太太们有几个没经历过丈夫偷吃包养年轻女人的事情，纵使为了颜面维持着婚姻，心里也各有各的愤恨和不甘。刚好今天不识好歹出现在这里的周慧和安和，就成了太太们发泄的对象。他们跟在我爸的身后，舔着笑脸找个家太太敬酒，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看向他们的眼神，就像是透过他们看向他们身后的墙一样。周慧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在这时，发小家的太太们言笑晏晏地向他们走去，面容温和。周慧心里一喜，连忙举起香槟。安和也挽着沈泽，乖乖巧巧地站在后面。谁知太太们的眼神掠过周慧母女，径直落在了沈泽的身上。这位是谁家公子？怎么一个人来？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好姑娘？绝对出身清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小三女儿。周慧和安和的脸瞬间煞白，这是摆明了，完全没把他们母女放在眼里。让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事。沈泽跟在他们身边这么久，也算是摸清了，这对母女压根就不是什么豪门。我爸本身就只是个挂名小股东，他们也不过是依附在我爸身上的蛆虫而已。于是在几位太太故意借着他羞辱周慧母女的时候，沈泽选择了明哲保身。他迅速松开了挽着安和的手，向旁一步，和周慧母女拉开了距离。随后恭恭敬敬地对着太太们自我介绍：“我是沈家的沈泽，父亲不才，在京城做一些小生意，有幸见到几位太太们，是阿泽的福气。至于这位小姐，她指的是安和，不过是方才在宴会里看到她孤零零一个人，陪着她转转而已。”安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泽，万万没想到沈泽竟然做得这么绝。我不由得笑出了声。狗咬狗的戏码，现实生活中看着比电视剧里要畅快多了。听见我的笑声，安和转过头来，怒目而视：“安妍，你少在一旁幸灾乐祸了。
爸爸能带我到这里，就代表我有朝一日也会和你一样，成为真正的安家小姐。萧玉挑了挑眉，这是他发怒的前兆。我拉住他，微微一笑：“你已经是了。”安和一愣，他大概是没想到我能这么轻易就承认了他。我走上前，站在他面前：“你是安大勇家的安家小姐，我是安然家的安家小姐，我和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京城5大家之一的安家，从来都不是安大勇，而是我妈安然。”安和气得浑身发抖，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来，他也明白他那个所谓父亲不过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软饭男。曾经有我妈的庇护和名气在，京城圈子难免要给他点面子，如今人人都把他当笑话，他们这对母女更是笑话中的笑话。别墅中央忽然传来一阵骚动，我抬眼看去，那个从旋转扶梯上一袭红裙缓缓走下来的明艳女人，不正是我妈吗？不过她的身旁还站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在场的所有人都认出来了，这个男人正是前段时间登上国外财经杂志封面的海归商业大佬任明奇。此刻我妈挽着任明奇的胳膊，那才女貌，天作之合。我欣慰地笑着，也不忘偷瞄我爸的神情。果不其然，他脸色发青，死抿着嘴唇，一脸不甘和嫉妒地看着他们。是了，我妈年轻的时候也是响当当的京城一大美人，在外公的庇佑下，从小顺风顺水。也正是因为她没有遭受过人心险恶，所以才轻而易举被我爸的甜言蜜语诓骗，让我爸这个一穷二白的凤凰男入赘安家。原本我妈是打算带着我爸一起管理我家的家业的，但奈何我爸资质实在过于平凡，我妈不放心把家业交给他，才自己一个人拼事业的，常年待在公司，这样才给了我爸可乘之机，也让周慧这个贱人在我妈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致命一击。如今我妈早已走出阴影，别说现在，就是10几年前，和我爸离婚后的我妈也不乏事业有成的追求者。但我妈受了我爸的刺激，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这方面没有兴趣。直到前段时间，我妈去国外谈一笔业务，认识了任明奇。如今光从外表上看，我对我妈的这个男朋友还是很感兴趣的，比我爸帅多了。说话间，我妈带着任明奇来到我面前，她先是上下打量了萧玉一阵，笑着说道：“你这混小子，这几年总算有点正经样了。”萧玉一脸骄傲，能入得了安姨的眼。我在京城不横着跑，我忍不住求他：“你这几年横着跑还跑少了。”这时，任明奇低低笑了一声，温和地看着我：“这就是妍妍吧？你妈妈和我聊天，10句话里11个你。”我不动声色地瞅了我爸一眼，故意提高音量：“任叔叔好，我也常听我妈提起你，百闻不如一见。任叔叔真是气表不俗。”任明奇被我逗得哈哈大笑，大手一挥，揽过一个和我年龄相反的男生：“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任勋，刚刚回国。妍妍，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多带他到处转转，培养培养感情。”我明白任明奇的意思，如果他和我妈想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我和这个叫任勋的男生就是兄妹了。我大方答应：“没问题，以后跟着你妍姐混。”豪门家宴是最无趣的，大人们的觥筹交错，和谐的表象下尽是暗潮涌动。我走到外面花园去透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心里闷闷的，尤其是亲眼见到沈泽那样一副明哲保身的样子，只觉得恶寒。偏偏这时候，沈泽走到我身后，沉沉开口：“妍妍，你还愿意听我的解释吗？”
我翻了个白眼，本来就烦躁，这个人还来添堵，可我百无聊赖，倒想听听他这张狗嘴里能放出什么屁来。好，你说，我听着。妍妍，和你在一起的那3年，是我最开心的3年。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在意过物质的事情，之前的事都是我爸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安和联系，逼着我就范。哦，前脚抛弃安和，后脚甩锅亲爹亲妈。妍妍，和你分手后，我每天悔不当初，每天都在回忆和你之间的点点滴滴。分手第2天就带着你的小何亲密无间去酒店吃饭，被我撞见的不是你。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可是妍妍，我真的放不下我们之间的3年，我还想和你有未来的30年，然后就和我爸一样出轨，生个私生女来抢我女儿的男朋友。我冷笑一声，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传来另一道声音。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只是这么明目张胆伸手要软饭吃的，确实第一次见。我回过头一看，是任勋。沈泽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他知道任勋的身份，不敢发作，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安和也很快加入了战场，气急败坏地冲出来，抓着沈泽的手质问：当时不是你说你和安言只是玩玩的吗？你说你在见到我的第1眼就爱上我了。沈泽此刻也怒急攻心，狠狠甩开他。谁叫你骗我说你是京城安家的女儿？你敲诈在先，好意思怪我？别吵了！我出声阻止。面对几个人神色各异的眼光，直接打架吧！砰的一声，好像真的有人打起来了，但不是这里，而是宴会场内。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急急冲了进去。果不其然，周慧的面前碎了一地的陶瓷碎片，以及他泪流满面的脸。安然，你别欺人太甚。安大勇和你10几年夫妻，安氏集团的股份是他应得的。我妈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唤来别墅里的佣人查一下这个青花瓷目前的市值多少。周慧气得发抖，尤其在我妈气定神闲的衬托下，遭受了一整晚冷眼相对的周慧越发像个跳梁小丑。我妈一步一步逼近她。首先，我要谢谢你2件事。第一，谢谢你以身作则，帮我鉴别渣男，让我及时止损，独自美丽，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第二，谢谢你的女儿继承你的衣钵，学得了你职业第3者的精髓，帮我女儿处理了软饭男，省得我亲自动手。安家的发扬壮大，你们母女俩的功劳可大着呢。至于股份嘛，我妈收了笑脸，抬了抬下巴。我女儿的爱马仕，以及你们私闯民宅的罪名，要么经济赔偿，按照市场价3万人民币1月的房租，你们占用了3年，还得给我108万人民币；要么收回股份，要么你们一家3口从此在监狱里共享天伦，解决了我爸那边的糟心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忙得可谓脚不着地。我那个即将成为我异父异母的亲哥哥的任勋，每天都能想出一个我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好地方，然后找遍各种理由让我带他去参观。为此，我起码放了萧玉5次鸽子。第6次的时候，萧玉直接杀来了我家，他怒气冲冲地向我控诉：你以前为了你那个男朋友冷落我，现在为了你所谓的哥哥冷落我，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我游在梦中，这逼崽子在说什么东西？怎么搞得我像个背信弃义的渣男一样？他吐槽了我整整半个小时，等他一股脑说完，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我饿了。萧玉恶狠狠地看着我。我带你去吃饭。来到餐厅，我随意翻看着菜单，一道声音从头顶响起：二位需要点些什么？我怔了怔，
放下菜单，抬起头来，视线对视的一瞬间，我们两个人都愣住了。真的是沈泽。见到我，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像一个无处遁形的小丑，抿紧了嘴唇，仿佛下一秒就要落荒而逃。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在这，反而把视线投向了坐在我对面的萧玉。萧玉撇撇嘴，沈氏集团因为偷税漏税被上面的人查了，可不关我的事。我点点头，萧玉又笑了。可是他爸的判决结果是我舅舅定的。沈泽看向萧玉的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可他咬牙切齿了半晌，最后吐出一口气，在萧玉面前跪下了。萧公子，如果您对我有什么意见，请您冲着我来，不要动我家里。从此以后，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唯命是从。萧玉也没想到沈泽竟然这么能屈能伸，看了我一眼后揶揄道：你到底是担心你家里人，还是担心你以后没了沈家这个依靠，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沈泽脸色一白，毕竟能在宴会上抛弃安和，在我面前把过错都推到他父母身上的沈泽，是个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走吧。萧玉站起身来，拉起我的手。这家店乌烟瘴气的，什么人都能进。我和萧玉走向门口，忽然背后响起一道道急促的脚步声。我转过头，就看见了拿着一把餐刀对着萧玉冲过来的沈泽。我尖叫一声，在萧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狠狠将他推开。小腹传来一阵痛感，我捂住伤口，向后倒去。醒来的时候在医院，一睁开眼睛，引入眼帘的就是萧玉一张大脸。我不由得皱眉：你离我远点儿，缺氧。萧玉的眼睛红红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妍妍，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啪的一声，我妈给了他一掌。混小子说什么呢？萧玉却不管不顾，握住我的手：你放心，妍妍，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你舍命救我，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来照顾你的后半生，无论你留下什么后遗症，我都不会抛弃你的。萧太太扑地笑出了声：我看你小子是趁人之危吧。那把餐刀也就穿过了妍妍的衣服，扎了一点皮肤而已，连内伤都算不上。萧玉懵了，看看一屋子的大人，又看看我。那妍妍为什么昏迷这么久？妍妍倒在地上的时候摔到了后脑勺，再加上她这几天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导致的。听到这里，萧玉的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他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任勋：以后你别天天带着妍妍跑这跑那了。任勋挑了挑眉，看来我现在不仅要多一个妹妹，还要多一个妹夫了。大人们发出揶揄的笑声，萧玉的脸红了又红。良久，他坐在我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妍妍，我不管其他的，我只知道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应以身相许。妍妍，以后让我来保护你吧。萧玉的眼睛里有万千星辰。时隔这么多年，我终于第一次正视了他的眼神，并且发现里面满满都是我的倒影。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和我妈出来京城，被一堆小孩欺负，萧玉用书包砸跑他们，居高临下看着我，以后跟在我后边。中学时期的夏令营，我因为跟着流浪猫跑迷了路，一个人在深山里鬼哭狼嚎，是萧玉披星戴月找到我，将我背在身上。回到酒店后，我才看见他发肿的脚踝。高考前，他神神秘秘告诉我，要是我考好了，给我一个奖励。可是当我在新学校里遇见了沈泽，我满心欢喜和他讲述着我对沈泽的感情，他静静听着，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淡下去。再后来，
我和沈泽恋爱，他每天和我阴阳怪气的吵架。可当我和沈泽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永远都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人。这么多年的点点滴滴，在此时此刻汇聚成了汪洋大海。真可惜，直到现在，我才看清了自己的心。真幸运，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将它弄丢。我莞尔一笑，这就是高考那年你允诺给我的奖励吗？萧玉眼睛一亮，站起来，俯身吻向我的额头。不，你才是我的人生里最好的奖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